不得不佩服美军的科技能力啊！4月3号，美空军正式宣布 F-16无人版进入到实战测试阶段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空天军最先进的无人机却于黑海上空被乌军升级为潜艇了，升级费用高达700万美元。俄陆军进入叙利亚境内，欲插手中东局势。今天大兵和各位一起聊聊这些事儿。4月3号，在佛罗里达州艾格林空军基地出现了3架特殊的 F-16， 它们呢被称为 Vinomo AFT 战机。所谓的 Vinomo VFT 呢，是蝰蛇实验与下一代自主作战平台的简称。大家不用在意这个复杂的名字啊。这个计划的本质就是通过 AI 技术，尝试让计算机完全控制 F-16的飞行和战斗，并且和有人战机进行协同作战，借此加速下一代僚机计划的发展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简称其为蝰蛇计划。这项计划的负责人艾德中校也是美军最新无人机 XQ-58 女武神的驾驶员。他表示，这是美军进入空战新时代的重要一步，但是这次进行测试的 F-16 仍然需要驾驶员坐在驾驶舱中，负责监控 AI 系统。按照预期计划执行任务，美军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，让一架具有杀伤力的战机在没有人类操控的条件下独立飞行。未来美军计划打造上千架无人僚机，让其和 F-35 或者6代机并肩作战。他们将负责携带导弹、电子战系统、侦察吊舱等装备，协助有人战机执行一系列麻烦而又危险的任务。有记性好的朋友或许会疑惑，早在2013年美军就实现了 F-16的无人驾驶首飞了，怎么过去10几年，现在 F-16 还需要驾驶员监控呢？这不是美军技术没有发展，甚至是退步的表现呢？大家要注意，2013年的那次无人驾驶 F-16 战机是在美军驾驶员全程遥控的情况下完成了飞行，而这次进行的蝰蛇计划是让 F-16 接受人类的命令后，依靠人工智能自主完成调控，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。如果硬要比较的话，2013年的那次呢，就像是遥控飞机，你按下前进的按钮，它才会前进，一举一动都听从你的命令。这种驾驶方式虽然也能叫无人驾驶，但它有个巨大的缺点，那就是延迟以及全程需要人工操作。而这次实验的 F-16 呢，并不需要人员实时操作，它只需要在听到命令之后，在计算机的分析下做出最好的选择，无论是进攻还是机动，全程都有机载电脑操控，几乎没有延迟。这也使得该战机的机动性能达到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，没有过载的限制，以及更加精确的判断力。人工智能战机依靠机动躲避导弹，或许已经不远了。而之所以要让驾驶员坐在驾驶舱内监控，也正是由于这种自主性。我们都知道，现在的人工智能发展并不是非常完善，一旦某些信息导致其判断失误，出现人工智障的情况，驾驶员呢可以及时发现，并且加以制止。总的来说，人工智能军事化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，而且各种科幻作品里机器人不停指挥的情况可能也会出现。所以大兵认为，近几年内呢，我们不会看到在战场上出现人工智能的影子，具体情况还要看美军测试的结果。恰好还是同一天，俄罗斯空天军的无人机也闹出了一个大新闻。4月3号，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利亚叶夫拉什宣称，乌克兰防空部队在黑海上空成功地击落了一架俄无人机，型号可能是前哨 RU。该无人机呢是俄罗斯最新的察打一体无人机，价值约为700万美元。前哨和以色列的搜索者2在外形上十分近似。在2009年，俄罗斯豪掷1200万美元从以色列购买了2架搜索者2无人机。在研究了2年之后呢，可能没完全整明白，俄罗斯又在2010年又掏了3亿美元，把无人机技术从以色列的手里买了过来，并且由以色列负责提供零部件。2年之后呢，俄罗斯自己的前哨终于从喀山工厂蹦了出来，前前后后，俄罗斯一共站在以色列的肩膀上研究了6年，并在2019年推出了其最新版本，也就是这次被击落的前哨 RU。前哨呢长6米，翼展9.1米，最大起飞重量为456公斤，能看到多远，用的什么观瞄设备航电系统，俄罗斯军方通通保密了。已知的是该无人机能够携带2枚 KAB-20 制导炸弹。
关于击落的这架前哨是如何成为水天一体战机的，乌克兰军队并没有透露更多信息，但根据其击落地点位于黑海上空，我们不难分析出俄军是在弥补 A50 被友方导弹击落后留下的侦察盲区，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时间，乌军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对俄境内的能源目标进行了系统性的打击。所以俄军现在把前哨送到黑海，就是为了查找乌军导弹和无人机的发射点，意图保护克里米亚和黑海沿岸的俄能源设施。然而就综合性能而言呢，前哨 RU 的总体表现包括战斗力均不及乌军所装备的 TB2 无人机。自从推出以来，前哨就一直存在严重的可靠性问题，可能是俄罗斯高超的软件技术导致前哨无人机出现了自我人格，总是莫名其妙的失踪。2015年5月20号，一架编号为923的前哨无人机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皮斯基村附近失踪。光是在乌克兰领土上，俄军就走丢了5架前哨无人机了。所以在俄乌全面战争爆发之后，俄军只配备了10几架前哨，而在俄乌战争开战后呢，俄军被迫使用伊朗制造的迁徙者无人机，以增强侦察能力。至于为什么现在俄军又把前哨拿出来用了，大兵推测无非是2种原因，要么是俄罗斯真急了，手里没有啥可用的侦察机，只能有啥用啥了，要么是俄罗斯通过某种方式解决了前哨的可靠性问题。当然，这不是指俄罗斯的芯片技术发生了突破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报道，大量美国和欧洲的零部件，包括军用级芯片，正在源源不断地通过非法交易，经由中亚地区流入俄罗斯境内。尽管美国试图阻止，但收效甚微。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零件不是没有代价的。芬兰新兴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显示，俄军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禁售物品，其价格和时间成本平均上涨了 60%。 无论是哪种情况，都侧面反映了俄军现在急需侦察力量，以配合其愈发紧迫的地面行动。3月30号，乌军在托嫩克附近击败了一个营级规模的俄罗斯机械化进攻。俄罗斯军队至少投入了36辆坦克和12辆 BMP 步兵战车，而乌克兰军队在袭击中摧毁了12辆俄罗斯坦克和8辆装甲车。该事件又被称为装甲大屠杀，这也是从2023年10月俄罗斯夺取阿夫迪夫卡以来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机械化攻击行动。上次俄军的大规模突击是在3月20号在特尼尔进行的攻击，而在4月3号，乌克兰军队又在特尼尔附近击退了一个加强排规模的机械化进攻。可以看出，俄军开始大规模的使用小装甲集群来突破乌克兰的防线。出现这种情况，主要是因为俄军在3月30号的进攻中虽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但他们发现乌军的防线存在某种极限，只要俄罗斯的装甲数量足够，就能让乌军的防线过载。此外呢，俄罗斯军队还想在春季乌克兰土地变得泥泞之前来加强机械化进攻，毕竟当年的希特勒呢就在这里吃过亏。同时，现在北约还没有对乌克兰展开新一批的大规模援助，经过数月的鏖战，乌克兰的人力和武器消耗已经相当之大，而俄军会继续通过进攻保持这种压力，以图在5月份开启的大规模攻势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。乌克兰情报单位也证明，俄罗斯军队一直在逐步将物资和人员小规模地转移到前线阵地，这使得乌克兰军队难以掌控俄罗斯军队的集结，表明俄罗斯军队一直在为更大规模的攻击行动做准备。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·坎贝尔在4月3号表示，俄罗斯在过去几个月中几乎完全在军事上进行了重组，这表明俄罗斯正在准备，并且可能已经拥有足够的人力和物资来加强正在进行的进攻行动，或者再开辟一条全新的战线。目前的情况呢，对乌克兰来说并不是非常乐观。至于这条战线具体开到哪里，大兵在前几期视频中已经提到了，很有可能是从苏梅市北部插入哈尔科夫市后方。除此之外呢，最新的信息还显示，俄军还试图插手中东局势。俄罗斯国防部在4月3号表示，已经在戈兰高地地区部署了部队，以敦促叙利亚内战停火。不过，考虑到戈兰高地敏感的位置，比起监督叙利亚停火，俄军的这次海外部署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3月25号，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赞成、0票反对的结果，通过了一份关于巴以冲突的草案，要求各方武装势力在斋月停火。
但之后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，哈以双方并没有按照要求停火，战争反而有扩大的趋势。在4月1号之后，莫斯科谴责了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的行动，并称其完全不可接受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·佩斯科夫表示，这种袭击违反了国际法的所有基础，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此举行会议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伊拉克战争之前，美国依照安理会决议组成了多国联合军队，对伊拉克展开了军事行动。作为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，俄罗斯也拥有如法炮制的权利。恰好最近俄罗斯一直在想办法扩大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。早在去年，俄罗斯就借调停巴以冲突为借口，邀请伊朗和巴勒斯坦各方势力代表前往莫斯科，但唯独没有邀请以色列代表，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倾向性。而在4月1号之后，以色列的行动无疑再次给予了俄罗斯借口。如今俄罗斯军队正在戈兰高地集结，这里呢是一块争议性区域。虽然该地区一直是由以色列实际控制，但国际法并未承认以色列对此地的主权。俄罗斯很有可能借此闹出事端，并军事干预巴以局势。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发表在评论区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